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星夜。今天的影片，我们要带您深入探讨一个引发全球关注与担忧的话题。2025年7月5日，灾难到蜀中，科学揭秘惊人真相。自古以来，人类对末日的预言从未停歇，也不断引发恐慌与争议。本集故事，我们将以科学为基础，深入剖析这些灾难预言的可信度，并探讨相关的地质与天文异常现象，为您层层抽丝剥茧，揭开背后的真相。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准备好迎接一场颠覆认知的探索之旅了吗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这一切的源头来自日本漫画家龙树亮于1999年出版的漫画作品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。在书中，他不仅成功预言了2011年东日本311大地震，更惊人地指出2025年7月5日将有一场足以改变世界命运的重大灾难发生。巧合的是，来自泰国的灵媒摩尔牌近年也提出类似预警。他声称看见了一场即将在日本与印尼之间爆发的海底火山灾难，预计发生时间落在2025年7月至8月之间。然而，预言真的能看见未来吗？背后是否有任何科学依据？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是否真有可能发生？还是如同2012年玛雅历终结预言一样，只是一场误解与集体恐慌？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，这个世界是否潜藏着某种无形而强大的神秘力量，正悄然操控着人类的命运。本集专题故事将带您深入探索2025年7月5日灾难预言的来龙去脉，揭开其背后不为人知的惊人真相。在1999年，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的漫画作品。这本作品与众不同，内容并非单纯的虚构故事，而是根据他自称在梦中所看到的未来场景所绘制。这些梦境不仅真实，细节清晰，甚至标注了具体的日期与地点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书中对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的描述与实际发生的灾情高度吻合，包含震央地点、地震强度，甚至后续的海啸都与现实相符。龙树亮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，这些梦境让他倍感压力，因此曾一度停止创作。而原本已绝版的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在2011年地震发生后引发大量讨论，市价被炒至上万日元，也让他不得不重新面对这些梦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。更引人注意的是，他在新版作品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完全版中指出，自己看见的下一场重大灾难将发生在2025年7月5日。他的梦境画面中出现了天摇地动、海水倒灌、人们惊慌逃命的情景，而震央则可能位于日本南部沿海地区，引发社会各界关注。由于龙树亮曾准确预见过戴安娜王妃车祸、新冠疫情等事件，使得许多读者对他的预言产生信任。一些信众甚至开始囤积物资，准备避灾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漫画并非科学证据，梦境也无法被量化验证。面对这场预言中即将到来的大灾难，科学界是否支持这样的看法？除了日本的漫画家龙树亮，来自泰国的灵媒摩尔牌也在近年因多次准确的预测而声名大噪。他曾成功预测2004年南亚大海啸、COVID-19 全球疫情、2025年初的缅甸地震以及泰国与越南百年罕见的洪灾，让他成为亚洲地区备受关注的预言者。根据泰国当地媒体报道，摩尔牌在2024年底的一次直播中公开表示，他看见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逼近。他描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，在2025年7月至8月间，日本与印尼之间的海底火山将爆发，引发连锁地震，甚至可能造成大规模海啸。他强调，这不是普通的地震，而是一场将影响多国、可能造成数万人伤亡的毁灭性灾难。他的预言也迅速在网络上流传，特别是在亚洲各大社交平台上，引发许多人开始讨论是否该提前撤离高风险地区。部分民众开始比照2011年海啸的规模做出避难准备，也有人对此嗤之以鼻，认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。然而，摩尔牌也强调，他看到的未来并非绝对，
而是根据当下能量所形成的趋势。也就是说，若人类的集体意识有所改变，这些灾难也可能因此被避免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安抚作用，但对于真实的地质活动来说，是否真的会有这样一场灾难发生？地球是否正处于一个能量活跃期？如果说预言提供了警示，那科学则给了我们分析与准备的工具。我们将不依靠梦境或灵视，而是根据实际的地质数据与地球板块运动，来探讨所谓2025年大灾难是否真有可能发生。日本南部的南海海槽位于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地带，正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之一。根据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的最新报告，该地区已累积相当巨大的能量，并被列为未来30年内发生规模8级以上大地震的高风险地区。科学家预测，若南海海槽断层全面破裂，可能引发规模达9.1级的超巨大地震。震央若位于海底，后续极有可能引发高达20公尺的海啸，对日本西南沿岸，尤其是静冈、高知和歌山一带造成毁灭性影响。这场灾难可能在短短10至15分钟内波及数百公里的海岸线，影响千万人口。日本政府也早已针对这一潜在威胁，制定了南海海槽地震的防灾模拟图与应对手册。然而，尽管科学家能够预测发生的可能性，却无法确定发生的确切时间。这也正是所有地震预测的关键限制。我们能看见风险，但无法精准告诉你它何时会来。至于2025年7月5日是否真的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点，从目前的地质数据来看，并无明显异常现象。然而，地震往往来自于长期能量的释放，毫无预警。所以，我们不能武断否定一切可能，但也必须理解，恐惧不能取代事实，传言不能凌驾科学。如果说地震是地球的脉动，那火山则是地球的呼吸。而在太平洋的火环地带，这条围绕整个太平洋的断层弧线上，潜藏着数以百计尚未爆发的海底火山，它们是地球内部能量的出口，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灾难潜势。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与日本气象厅火山部门的资料显示，日本至印尼之间的海域正是火山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之一。其中，位于琉球湖与伊豆、小笠原海沟之间的海底火山群，包括西之岛、福德冈之场与西表海底火山，皆被列入潜在爆发风险名单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福德冈之场在2021年时曾发生剧烈喷发，造成火山岩块漂浮至周边岛屿，并改变局部海域的生态系统。根据海底监测站的报告，目前这一区域的火山地震活动有缓慢升温迹象，显示岩浆可能正在蓄积。然而，我们仍需强调，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显示这些火山会在2025年7月5日当天爆发。火山预测与地震一样，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。虽然我们可透过地震活动、地表变形与气体释放等征兆来推估火山活动，但仍无法做到精确预测爆发的时间与规模。如果海底火山真的爆发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除了火山灰与喷发物造成空气污染与航班中断外，若在深海中爆发剧烈，还可能引发局部海啸。这类型的海啸虽然不像地震海啸那样规模庞大，但若靠近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，也可能造成重大灾害。所以，预言中的海底火山爆发并非全然无稽之谈，但也不是注定发生的事实。科学能给我们的是警觉与准备，而不是恐慌。地震与火山是地球内部的风险，那来自宇宙的威胁则让人更感到无力防范。而在历史上，小行星撞击地球并非科幻小说中的情节，而是真实发生过的灾难。6500万年前，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现今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，导致恐龙灭绝，地球生态巨变。因此，当人们听闻可能有小行星在2025年撞击地球的传言时，难免感到忧虑。然而，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实的数据与科学的观察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近地天体追踪系统 NEO Near Earth Object Program 每天都在持续监测数千颗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的天体。
根据2025年的预测资料，目前没有任何一颗已知的小行星会在当年7月5日接近地球至危险距离。更精确地说，根据 JPL 喷射推进实验室公布的资料，在2025年7月附近的所有天体接近事件中，最近的天体也距离地球超过数百万公里，远远超出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，更别提造成撞击。当然，总有人担心是否有尚未被发现的天体，但请放心，现代望远镜与雷达技术的精准度足以发现大部分直径超过140公尺的潜在威胁天体，而真正足以毁灭地球文明等级的小行星更是难以完全隐藏。此外， NASA 也早在2021年进行了 DART 任务，成功改变了一颗小行星的轨道，这项壮举证明人类已具备初步的行星防御能力。因此，关于2025年7月5日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说法，目前在科学上并无任何依据或证据支持。在所有自然灾难的猜想中，地磁反转与地壳位移是最神秘也最容易被误解的议题。这些看似地球深层的异动，有时被与世界末日画上等号，尤其是在一部被网民热烈讨论的作品中更是引起关注，那就是1965年由 John Thomas 所著的《亚当与夏娃的故事》The Adam and Eve Story。 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曾被美国中情局 CIA 列为禁书，这个事实引发许多阴谋论者的猜测，认为里头可能揭露了即将发生的全球性灾难。书中提到的地壳瞬间位移，描绘地球在极短时间内发生轴心移动，导致全球性的大洪水、地震、雨冰和其重组。然而，科学是否支持这样的说法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概念：地磁反转与地壳位移。地磁反转是指地球磁场南北极的位置发生变化，这确实在地质记录中多次发生，平均每几十万年就会来一次。最近一次的反转发生在约78万年前，称为布鲁内斯松速反转 （Browns-Matsuyama Reversal）。但这个过程是缓慢进行的，通常需要数千到上万年，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引起天灾。至于地壳位移理论，目前在主流地质学中并不被广泛接受。虽然板块构造学确实承认地壳漂移与碰撞，例如造成地震与火山，但整个地壳突然位移数千公里的说法缺乏实证依据，也不符合地球物理模型的动力学规则。更重要的是，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现象会集中发生在2025年7月5日这一天。地磁强度虽有在过去100年间逐渐减弱的趋势，但这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，并非灾难前兆。总结来说，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提供的是一种假设性的叙事，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。科学社群对地磁反转与地壳活动的研究正在持续中，但现阶段并无任何警讯显示这会与某个具体日期相关联。当预言不断准确地实现，当灾难如同剧本一般发生，有些人开始怀疑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还是背后存在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，在悄悄操控着世界的未来？在这样的阴谋论场域中，两个名字最常被提及的神秘组织——共济会 （Freemasonry） 与光明会 （Illuminati）。共济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性秘密兄弟会，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欧洲的石匠工会。现代的共济会虽然宣称自己是一个以博爱、慈善与自我提升为宗旨的组织，但长期以来，由于其神秘仪式与隐秘的会员结构，总让外界对其心生怀疑。而光明会的故事更加传奇，据说它成立于1776年的巴伐利亚，原为推动启蒙思想的秘密社团。虽然这个组织在18世纪末即被查禁，但至今仍有许多人相信它从未真正消失，反而在全球政经体系中暗中运作，操控银行、媒体与政府，甚至与预言的实现有关。阴谋论支持者进一步指出，这些神秘组织的终极目标之一是为了控制地球人口，他们被认为会刻意引发战争、灾难，甚至设计病毒与瘟疫，借此在不知不觉中削减人类数量，实现选择性生存的隐藏议程。这些操作不仅透过科技与心理战实现，还可能借助全球化的媒体网络与国际机构进行协调与实施。每当全球有重大灾难或转变时，阴谋论者总能从中发现共济会或光明会的象征符号或神秘讯息，
例如寓言漫画中人物的手势、建筑中的金字塔图案，甚至某些日期与数字巧合。更有传言声称，龙树亮的梦境预言其实早已被这些神秘组织掌握，他们利用媒体与大众心理，引导人类逐步走向一个被操控的未来。但从理性角度来看，目前并无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这些组织真的具有如此惊人的控制力。世界的运作往往远比小说还要复杂，真正的灾难多半来自自然现象或人为疏失，而非某个组织的计划。从龙树亮的梦境漫画到摩尔牌对海底火山的预示，再到阴谋论中神秘组织的蛛丝马迹，2025年7月5日成了无数人心中悬而未决的灾难日。这些看似无关的线索在时间的轨道上交汇，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焦虑。是巧合，还是命运的安排？科学的答案很清楚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地震、火山爆发或小行星撞击会在这天发生。我们有全球性的观测网络、地质监测系统与天文数据分析，这些工具持续守护着我们的未来。但与此同时，未知仍存在于那些尚未理解的现象之中。阴谋论之所以吸引人，往往不是因为它们真实，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。在面对无法掌控的风险时，人们倾向寻找一个答案，哪怕这个答案并不科学。那是对混沌的恐惧，也是对秩序的渴望。现在的我们就像走在一座看不见终点的桥上，桥下是湍急未知的暗流。我们无法预知下一秒是否平静，但可以选择怎么走下去。面对各种警讯与流言，别急着相信，也别急着否定，放慢脚步，用清醒的头脑去感受真实的脉动。在风暴尚未来临之前，愿我们都能看懂那些微小的征兆，并为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好心理的准备。2025年7月5日或许平静无事，但这场对未来的思考与警醒绝不能随之消散。因为真正的危机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预言成不成真，而是我们是否已经放弃对现实的审慎与对未来的准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曾梦见过末日场景，而感受到无法解释的不安与恐惧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与亲身经历，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真相。我是星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